有冇搞錯？呢幾日啊，喺北京開咗個會。14號、15號喺北京開咗一個中央嘅會，習近平同埋政治局所有人，包括所有省市嘅負責人，全部喺北京開呢個會。咁啊，呢個會呢，咁啊，同大家講一下，最後有可能導致香港嘅貨幣即係呢個叫咩？聯繫匯率最後俾佢沖爛。先講咗呢個結論先嚇。好，我哋翻轉頭講係咩會？7月14號、15號，國務院開咗一個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呢個會啊，唔係周時都開嘅。中國共產黨啊，建政以嚟49年到而家開咗4次，62年開一次，係63年開一次。1978年開一次，係2015年開一次，今年係第5次。做乜嘢呢？主要講城市點樣建設。1962年咧、63年開呢，就係好簡單，原因係咩？大饑荒啊，農村餓死好多人。但係城市咧，雖然大家食得嘢少即係唔夠嘢食，但係未至於餓死人。所以但係即係點樣恢復中國經濟呢？嗰時即係要搞呢個城市方面嘅嘢呢個就係陳雲啦，當時係主導嘅。劉少奇啊、鄧小平啊嗰啲都係即係幫住佢。毛澤東就即係已經靠邊站啦，已經去退居二線啦。嗰個時間提出一啲方針啊，穩固、調整、穩固呢啲啊，即係講呢個。當時其實講到好多名詞啦，好好聽。主要係乜嘢呢？主要係國家要將錢擺喺城市嗰度，將嘅電啊、自來水啊、城市嘅食品嘅供應啊，要調整好就冇俾城市嘅居民呢都好似農村咁樣，冇嘢食啊，餓死人啊，咁就共產黨就玩完㗎啦嚇。嗰時係62年、63年開，當時係中央城市工作會議。1978年咧，大家都知道係咩回事啦。1978年係華國鋒嗰時，鄧小平嗰班人啱啱翻到北京翻到中央裏邊做嘢。當時咧經濟都好大問題所以即係按照中國共產黨嘅講法，係呢個中國經濟已經係去到崩潰嘅邊緣。呢個共產黨文件講嘅，唔係我講㗎當時咧就要點樣4個現代化啊嘛，即係點樣係搞經濟啊？即係主要係咩？主要係城市嘅嗰啲公司啊，就又開咗一個。當時咧就提出嚟要通電啊、通自來水，呢個同之前差唔多。話我哋城市咧係貧困嘅呢個象徵俾人哋鬼佬因為開放就嚟要俾人哋睇到咯。話中國城市咁差係咪？要整晒啲門面因為嗰個1978年。2015年咧好重要嘅一次會就係推一個叫做棚改。咩叫棚改啊？棚屋嘅改造乜嘢叫做棚屋改造呢？其實香港人有啲年紀都知嘅，即係叫木屋改造。香港咧以前係嘛，即係好多人冇地方住咧，就喺即係喺郊區嗰啲地方搭一啲木屋咁喺中國大陸就叫棚屋其實咧，中國嘅城市所有大城市裏邊都好多嗰啲叫做棚屋嘅即係好簡單嘅住屋喺郊區嘅嗰啲地方。因為經濟一發展咧，呢啲城市一擴大咧，呢啲棚屋呢啲村屋就變成城中村而家呢樣嘢咧，即係應該香港人比較熟嘅。如果你去深圳你想租平啲你有城中村，即係嗰啲農村嘅土地係屬於農民自己嘅，
集體所有，城市嘅土地係屬於國家嘅國有嘅，咁啊屬於自己嘅集體所有。我哋成村人一齊擁有呢一片地，咁點搞呢？咁我哋一齊建啲屋啊，村屋，跟住咧就可以租啊，可以賣啊，即係點樣？所以咧，即係大城市裏邊嘅呢啲咧就好有錢，因為你好多間屋啊嘛，你可以租啊嘛，租金而家越嚟越貴。咁啊，即係2015年咧就做呢啲嘢，將佢全部拆咗佢，改造啊，建屋之後就可以賣啊嘛。咁啊，土地拆咗之後就收歸國有，國有再賣俾呢個房地產公司，房地產公司再建成高樓住宅，跟住再用更加高嘅價錢咧賣俾所有人。去中國啊，係2015年之後咧，房地產啊嘭一聲升咗幾年嘅，升到2019年好犀利啊！即係升咗大概普通嘅城市啊，升咗2倍到3倍到啦，係咪啊？即係一下子好啦。今年而家北京又開中央城市工作會。好多條，主要你睇下新華社報道，主要係7條啊，咩加強即係呢個城市工作要加強黨嘅領導，呢啲廢話我哋就冇講啦。其實咧好簡單幾樣嘢。第一，繼續棚屋改造，好多城市啊棚屋仲未嗰啲城中村啊仲未搞掂嘅，包括深圳仲有嘅嘛，係咪？而家再嚟搞再搞一次啊。咁啊，第二。喺呢個大城市裏邊啊，要建一啲叫做好房子，好房子即係香港人講豪宅啦，即係差唔多豪宅，低密度嘅豪宅。咁啊，因為好啊，所以即係鼓勵全部人咧，用你嘅舊嘅冇咁好嘅住宅嚟換呢個好嘅住宅。當然你唔係。你呢個價錢同嗰個價錢唔同啊嘛，所以你要仲要補錢噶嘛，係咪？即係另外一回事嚇。呢個係第2步，第3步啊，就喺個3、4線嘅城市裏邊就大建房屋。呢個咧就係因為佢哋講啊，喺呢個城市裏邊咧，即係大城市啊，一線城市啊，差唔多係即係70%嘅。居民，城市居民，剩翻20%嘅農民啊，咁啊就要轉化好難咁啊，咁啊就算數啦。但係喺好多嘅下邊嘅窮嘅地方，係咪仲有好多農民呢？啊，嗰啲農民仲要係咪想入城市呢？入咗城市係咪要揾地方住呢？比如去到廣州、深圳啊、上海呢啲，佢當然買唔起啦。但係唔緊要，我喺你嘅縣城嗰度啊，你嘅下邊嗰啲地級嘅城市嗰度建多啲屋，咁啊嗰啲農民咧就可以入城買屋，就變成城市居民。咁啊呢個房地產係咪就可以熱咧？啊，3個主要嘅3樣嘢，當然仲有即係講到廢話嘅咩通電啊，咩下水道啊，咩即係嗰啲上下水啊，呢個意思啦，即係全部都要幫你整好嗰啲啊，一定要做㗎啦。你做房地產係咪？即係我哋唔講嗰啲嘢，所以佢就講咗呢3個大嘅措施啊，要做。你睇下，好重要，全部都係同房地產有關。呢個會啊，全部政治局委員都去咗。唯有一個冇去就係何衛東啊！我哋講咗好多次，何衛東冇去。咁啊，中央軍委所有軍委委員都去，除咗嗰3件苗華何衛東啊，咪已經捉咗嘅，當然就冇去啦。另外所有省嘅書記啊、省長所有部委嘅呢啲部長呢啲人，全部都去，幾百人，好重視。習近平親自過嚟講話，但係咧好有意思嘅。習近平講完重要講話之後咧，就走咗嘅。
其實好簡單。我哋一陣間我講下，大家就知點解習近平冇坐喺度同大家傾呢個房地產啊。因為所有呢啲推出嚟嘅政策，全部都冇可能成功，因為有一個條件冇咗，呢個條件就係樓價會升。如果樓價唔升嘅話咧，大佬啊，邊個去買啊？邊個買啊？買咗之後下跌，邊個買啊？你如果賣唔到，咁啊你見咗之後咁點啊？擺喺度啊？所以即係呢個係即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當然唔單止有一個好呢個問題，有好多好多問題嘅。我哋一陣間即係同大家分析呢樣嘢嘅。大家記唔記得習近平呢個中國樓市啊？曾經熱到好犀利嗰時，習近平就有句説話叫房住不炒啊，係咪？3條紅線啊推出嚟之後，3條紅線推出嚟，房住不炒變成中央最高政策嘅時候，全中國嘅房地產就冧咗啦。2017年、18年開始冧，咪就冧到爆，去到而家，慢慢全部冧。咁啊，而家中國房地產變成咩情形咧？今年2025年1到6月份，佢嘅房屋銷售啊，係下降咗7.幾%，即係8%。但係呢個係比舊年喎，舊年下降係20幾30喎，係咪？即係一年比一年下跌。價格咧？我哋講過好多次，價錢官方嘅數字話跌咗幾0.幾嚇，但係所有人都知嗰個房地產究竟而家跌成點啊？你有即係今年6個月官方嘅數字，深圳跌、廣州跌、北京跌，唯有上海升咗0.幾，即係升咗少少嘅。因為呢個都係官方數字，其他嘅城市全面下跌，全部都喺度跌，所以呢個係一個巨大嘅問題。你邊個買呢？所以好簡單，如果想推動呢樣嘢，唯有一個辦法，就係投好多錢入去，跟住呢將個樓市啊炒到大家認為一定會升。咁啊，所有人就今日去入市買樓、炒樓，繼續炒，係嘛？先至去會跟㗎嘛。但係呢一筆錢由邊度嚟咧？我哋睇下。我哋講呢個之前，我哋先講一下咧，就係點解中共房住不炒轉成而家要谷高嗰個樓市？點解要谷咧？嘅原因好簡單，因為政府冇錢，財政啊全部冇錢啦。而家好大件事，而家係地方財政係好慘，慘到其實我講個數字，大家就知嘅。而家中國嘅地方政府啊，係所有嘅債務，地方政府地方債啦，叫做地方債，有幾多咧？地方政府借嘅錢，直接借嘅錢係40幾萬億人民幣。你講40幾萬億都算係咁啦，唔算太多嚇。但係你唔好唔記得，所有地方政府賣地，佢要通過一個城投公司、城建公司，即係政府擁有嘅一個地產公司，佢要將拆遷拆翻嚟。跟住將個地平咗，跟住將咩水管啊、電線啊、啲咩網絡啊、公路啊，全部搞到七七八八，跟住先至可以賣，跟住可以賣高價咁啊！所有呢啲地方政府嘅城投公司，佢都冇錢㗎，佢要去借錢嘅，佢借咗幾多咧？加埋60幾萬億。
呢啲全部都係地方政府嘅叫做隱形債啊，間接嘅，因為你個政府嘅公司啊嘛，你係擔保，你做擔保，乜銀行先借錢俾佢？我哋講保守啲，100萬億啊，有啲朋友講係120萬億啊，我哋唔好講咁多，100萬億，100萬億即係咩意思咧？每一年我哋唔好講其他，就還呢個利息嘅錢6萬億，而家差唔多啊，因為你啊國債你先至啊3%點幾係咪？即係嗰個息口。咁啊，你喺市場你又借呢啲錢，差唔多啦，係咪？6%，即係意思係咩？每一年地方政府還呢個利息6萬億，6萬億人民幣嘅錢係咩意思咧？舊年2024年，中國政府全部所有政府加埋收入政府收入22萬億，其中10萬億係中央嘅，12萬億係地方嘅，即係話咩咧？你一年嘅財政收入12萬億，你要用6萬億去還利息，都唔係還本金啊！你呢個玩完㗎啦，你知道。所以好多地方咧係連呢個地方政府冇錢，連呢個公務員嘅錢都冇。公務員人工嘅錢都冇啊！而家要減薪啊，減好多呢樣減嗰樣係咪？我都同大家講過好多次，好多地方開始減薪。點解冇錢？點解冇錢啊？呢個問題講咁簡單。好啦，而家地方政府冇錢啦。佢根本都冇錢，佢而家自己食飯都唔夠嘅錢。你北京整一個宏大嘅目標，要開始搞呢個房地產，你要投資㗎係咪啊？你中央政府好，你話我俾錢，俾幾多啊？1萬億、4萬億、5萬億，係嘛？你之後按照中國政府嘅做法，一定要靠咩啊？呢個幾萬億嘅錢係中央攞出嚟，佢係做槓桿嘅。俾咗你之後，你如果投10萬億，我就俾1萬億俾你，大概係咁樣嘅比例，10%啊，甚至係5%嘅錢俾你。好啦，就地方政府另外再去借錢，你要想攞中央呢1萬億係嘛？你自己去借10萬億嚟，咁我俾你1萬億，跟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一齊投呢一筆錢入去啊，咁啊就吸引呢個私人投資，所有嘅私人投資啊，包括嗰啲國有嘅房地產公司啊，包括嗰啲私人房地產公司啊，包括所有呢啲公司一睇，哇有錢賺咯，就大家衝入去，再乘10，1萬億槓桿，地方政府投呢個10萬億賭啊，大概呢個數字啊，10萬億再吸引到呢個私人再投100萬億落去，咁啊好啊，呢個計數啊嘛，可以點啊？中國房地產啊就可以咩啦？好多房地產公司就生翻啦，好多建築材料、鋼鐵啊、水泥啊、裝修啊、建築公司乜全部生翻啦。宣判係咁樣打法嘅，係咁樣打。但係而家好明白，係冇錯，中央政府係你有錢，你有嗰1%嘅錢，但係地方政府有冇錢啊？冇錢啊？點啊？發債咯。但係你又知道，地方政府專項嘅債務係攞嚟係還錢嘅債務，係舊年發咗幾多啊？3萬億，3萬億連利息嘅一半都未到。今年又係咩4萬億、5萬億嘅一個指標啊，可以地方政府可以發咁多錢嘅，所以借債。發呢個地方政府係靠呢個發呢個債券啊
你一定係攞唔到咁多錢嘅。咁有咩辦法？銀行借錢啊！銀行敢唔敢借你錢啊？你之前嗰啲錢仲未還，你之前嗰啲錢嗰啲債啊，好多地方政府直情係唔還錢啊！你吹咩？係咪？我係政府嚟嘅，你可唔可以告政府啊？或者你去法院告我破產啊？譬如話呢個，我哋隨便講湖南省政府，你湖南嗰啲銀行，你敢唔敢告我啊？你或者申請我省政府破產啊？你要清盤喎，你個省政府。當然喺中國係冇呢一種可能嘅，係咪？完全係冇可能嘅，所以佢唔使驚嘅。我借錢我就係唔還，咁你點搞咧？所以銀行敢唔敢繼續借錢俾地方政府？咁嘅可以借嘅，但係佢又要估計後邊房地產會唔會升，會唔會再炒熱，會唔會再爆熱？如果有呢個可能性，我可能借錢俾你，因為佢可以賺翻錢噶嘛，係咪？但係而家有冇可能咧？好啦，呢個係第一個地方政府邊度嚟嘅錢，邊度攞錢過嚟？另外一度私人公司，而家中國嘅房地產公司呢個形成嘅壞賬啊，即係已經爛咗嘅，係地裏邊已經爛咗嘅數字係幾多？隨便估計50萬億。大家諗下，恒大就已經2.4、2.5萬億啊，碧桂園係1.5萬億，係嘛？呢啲係幾個？呢兩間已經4萬億啊！你要諗下，中國成幾千間呢啲咁樣房地產公司，可能冇爭咁多錢，都係幾百億、幾千億嚇，但係加埋呢啲所有呢啲錢喺邊度？都喺嗰度，都係爛賬爛咗嘅。好啦，你而家要呢一啲公司投，邊個投？點投啊？邊度嚟嘅錢啊？銀行借錢啊？邊間銀行借錢俾佢啊？你係香港啊？匯豐銀行啊？你係恒生銀行？你有冇錢？你有錢，你敢唔敢借俾佢啊？啊！佢已經成屎忽都係債嘅，爛到不得了，你仲借錢俾佢？所以你唔敢借錢俾佢，所以呢啲公司點搞咧？好啊！你話老百姓衝入嚟買中國啊，有100萬億嘅民間存款，如果可以衝入嚟買，而家就去買啦，使乜等到之後先買啊？你整個新嘅政策過嚟買，原因好簡單，中國90%嘅人有自己嘅屋啊，人均嘅住宅面積37平方米，即係幾多啊？400尺。香港人知道400尺係喺香港係成家人住喺裏邊嘅，咁啊喺中國大陸係人均每個人平均有咁大嘅住嘅地方啊。好啦，另外呢個即係呢個需求已經滿咗啦。另外人口減少，失業嚴重，年青人先至買屋啊，冇房啊嘛。年青人失業去到40%幾，人工又少，又揾唔到工作，佢哋點樣買屋？點樣去買呢個屋？呢個好多朋友啊，你喺譬如話廣州啊，或者深圳啊、上海啊呢啲地方，你要大家記得佢係單生子女啊，一個屋企一個人嘅啫嚇。女方有父母，係男方有父母，兩個父母都有自己間屋，可能一套，可能兩套。你個仔女使唔使自己去買屋？如果你人口喺度數字啊冇增加，係減少嘅話咧，你當然冇人買屋啦。所以佢先至推要農民入城嚟買屋嚇，呢個就吸引呢個農民。而家俾個戶口你啊，
你又可以變成我哋城市嘅人，但係咧你要買屋嚟買屋。咁但係而家大城市裏邊，你屋咁貴，你普通嘅農民當然買唔起啦。有錢嘅農民一早已經買咗啦。你而家就變成中國比較偏遠嘅農民，四川嗰啲養豬曾經可以賺到錢啊！一年收入幾萬蚊嘅嗰啲農民入你呢啲城市嚟買樓，有乜可能係嘛？你諗下呢樣嘢就知。所以呢個係人口嘅數字一個問題。所以我因為今日做另外一節目咧，就大家都喺度講呢個中國房地產嘅問題。我哋唔好講資金債務，佢嘅價格點解會下跌？一個好簡單嘅原因就係供過於求，所有嘅價格都係供需嘅一個平衡，係嘛？你供應嘅樓多咗，買樓嘅人少咗相對嚟講，咁價格就下跌啦，係咪咧？所以而家中國房地產嘅根本嘅問題係咩？就係供出嚟嘅樓太多，買樓嘅人太少所以賣唔出去。買咗嘅樓咧，空置率係高企嘅20%幾喺一啲細嘅城市更加嚴重嘅30-40%，有啲小區更加犀利我哋講另外一個極端嘅例子就係呢個雄安新區上萬億投咗落去，建咗好多好靚嘅樓，亞洲最大嘅火車站，最大嘅大學校園，但係冇大學校園嘅啫咁變成咩？邊個住佢供應太多，所以樓價下跌。好啦，而家共產黨出嚟幫你開嘅藥方，佢點做咧？係加強供應，增加供應，供給側嘅改革，即係講得好好聽嘅，好學術、好理論嘅。咁呢個因為成街都係豬肉，所以咧就冇人買你嘅豬肉嘅價格就喺度下跌嘅。咁佢出嚟解決呢個問題，就增加更加多嘅豬肉，即完全就係一個好荒唐嘅一個政策啊嘛，喺北京一個政策。所以但係呢樣嘢係冇辦法佢要做因為唔係咁做嘅話咧，後邊成個房地產冧咗，地方政府就衰咗好多債務，好多問題可能就衰咗嘅。好啦，而家就講啦，邊個攞錢？你開咁高規格嘅一個會習近平就算佢好瘀因為佢推嘅咩房住不炒嘛，而家出嚟要谷大家一齊炒樓，佢出嚟做咗一個重要講話，做完之後即刻走人啦。因為下邊一討論都係點樣將個房地產價錢升高佢嘛，即係對佢嚟講，佢最高指示曾經做到乜又辭職又查辦咁跟住點啫？係咪？即係你嘅政策衰咗啦，咁就好瘀但係佢要配合配合呢個大家嘅表演，佢都要出嚟講嘢先得所以佢其實呢個會對習近平嚟講係好瘀嘅一個會嚟嘅。咁你知道佢以前喺李克強嗰時，李克強講乜嘢，習近平會唔會出嚟企喺後邊同你講嘢？一定唔會嘅，一定係佢講嘢要你過嚟幫佢講嘅。就算你唔認同，你都要幫我講係嘛？定於一尊啊嘛。而家都唔係佢嘅政策人哋整個另外一個政策佢一定要去幫人哋企台幫人哋講話。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啦，就係習近平喺北京嘅呢個地位呢個勢力可以見到而家發生咗咩變化？我哋講翻房地產呢樣嘢，而家即係喺中國而家有幾多樓咧？2020年嗰時咧都計，中國嘅商品住宅400萬億，400萬億，已經係
即係到成咁。佢唯一可以做到嘅，而家有一條路可以做到，佢投錢啊，投到足夠多到咩咧？多到所有地方嘅樓價開始上升，跟住咧所有嘅炒家或者其他嘅房地產公司啊，諗住哇唔係啊嘛，係有得賺喎，係咪？銀行一睇，喂有得賺啊！嗰啲有錢嘅人一睇，哇呢個房地產有得賺，所以政府過嚟賣呢個房地產嘅債券啊，我可以買有收入啊，風險比較細，因為房地產價格要升，因為佢最重要就係呢個預期。佢呢個就係北京救經濟嘅一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即係穩預期穩預期，即係俾大家諗到未來一定升。好啦，你要製造咁樣一種嘅效果，未來一定升，所有人都認同。係股市就簡單啦，投幾萬億搞掂係咪？炒下嗰啲股，下個命令唔准賣，邊個賣我斬咗邊個，咁就升啦。就係房地產冇啊，房地產要投好多嘅錢嘅，要投好多嘅錢先得。隨便你估計，起碼要投差唔多50萬億、100萬億，你嘅中國嘅樓市啊，可能會見到一啲動靜。好啊，你話呢個好簡單啊，借錢啊，你要知道呢個債務啊係唔會變嘅，即係你爭咗銀行錢，我唔理你買乜嘢啊，你買股票、買樓買一間公司買呢個Labubu又好，買乜鬼都好，係你嘅事。但係你借咗銀行嘅錢，呢個係債務，呢個債務係冇得變，係一個國家一間公司都係一樣嘅。呢個債務係死嘅。冇得消除嘅，冇得變嘅。你始終你要用一種方法，你破產都係一種方法。銀行就將佢變成壞賬，沖咗佢。但係呢一筆錢一定要用一個方法嚟做嘅。啲債務係冇得變嘅。唯一可以變咧，變價格，即係你嘅資產嘅價值。資產嘅價值就係同呢個價格有關。你一間屋你有呢間屋幾多錢啊？500萬。你一平方米或者一平方尺10萬嗰時，佢就500萬；15萬嗰時就750萬咯喎，係咪？即係大概係咁啦。即係你要嗰個價格係決定咗你個價值噶嘛？你個價值就決定你嘅負債率。所以用呢一種方法嚟消除地方政府嘅負債，將個資產個價格懟到好高，但係你要懟到咁高，你分分鐘要幾十萬億、上百萬億嘅錢，但係嗰筆錢由邊度嚟咧？好啦，咁就講到人民幣嘅供應嘅問題，因為而家咧。中國咧係叫做有錨點嘅印鈔、印銀紙。所謂有錨點咧，係咩錨點咧？你有個資產係個錨點啦，你有個資產，我可以就呢個資產係有個價值啊嘛，可以印。好啦，如果冇呢個資產，債務都可以你借債，好似美國佬咁樣。因為美國佬國會一開會，一個聯邦政府就冇錢嗰時點提高債務上限，我再借多啲啦，反正有人買係咪啫？所以國會話喂唔係話你借咁多錢，邊個還啊？就大家嘈啊！呢個就係有錨點嘅呢個發鈔，人民幣都係咁樣，一係用資產，一係用債務。一定係呢兩樣嘢嘅，呢個就叫做錨點啦。但係而家呢兩個錨點都冇可能支撐到中國
有攞咁大筆錢，幾十萬億、上百萬億嘅錢過嚟，你將個市場再炒起嘅。所以唯有一個辦法，就係冇矛點嘅發鈔。我唔使用呢個債務嚟表達，唔使用資產嚟表達，我就係夾硬將鈔攞出嚟，攞嗰個印錢出嚟。咁啊，當然大家都知，如果真係咁樣做，開始發生咩事？就係冇錯，你所有嘅資產一定升嘅，一定升嘅。但係你經濟實質嘅增長一定係跟唔到，跟住你嘅解決唔到，你繼續就變成一個惡性嘅另外一個方向嘅惡性循環，就開始發鈔升價，經濟其實唔好下跌啊，好多公司破產嘅嚇，咁啊你再發鈔再解決嗰個問題，咁啊又更加多嘅公司有問題，你再發鈔。咁咪一個循環就好似邊個津巴布韋啦，委內瑞拉啊，就變成咁樣。所以嗰個係有另外一種危險嘅。而家中國嘅 M2 嘅餘額大概今年年初嗰時啊，3月份到啊，大概係320萬億人民幣 M2。我哋整多100萬億嚇，整多200萬億，咁啊你可以知道，好容易計算嘅。你嘅人民幣其實就係貶值，一貶值，好多人會將人民幣繼續變成其他貨幣攞走，攞去其他地方嘅，咁啊你就開始貶值。你開始更加貶值。好啦，咁啊好多朋友話對呢個聯繫匯率有咩關係？香港啊，對香港有咩關係？我哋先要搞清楚另外一個問題。聯繫匯率係掛鈎美元嘅，美元攞入嚟香港擺喺外匯基金裏邊發行港紙7.8蚊港紙俾佢。呢個係港元嘅一個發行。但係好多年啦，香港嘅外匯基金裏邊究竟有幾多美金？有幾多日元？有幾多歐元？有幾多？最重要人民幣，已經冇人講俾大家知啦。嗰個數字係高度保密嘅，呢個國安法。哇！而家我去周街問啊，可以捉我嘅。呢個刺探國家機密係嘛？試圖刺探國家機密。好簡單，如果香港嘅錢外匯基金由下邊嗰條水管已經入咗中國大陸，咁啊，你嘅港紙好啦，我就換唔到美金，我換港紙啊，換成港紙我再變成美金走啊，得唔得？呢個係一定會發生嘅事。一定會嘅，其實而家已經喺度發生緊，唔係對港紙而係直接攞去海外。呢個問題咧，我哋下一個節目先講，下一個節目就講下我哋講下呢個下一個節目我哋講下中國曾經嘅首富中興後娃哈哈嘅呢個公司，而家有個狗血劇。有個即係香港嗰啲咩連續劇嗰啲非常之精彩啊！但係佢後邊有好多嘅細節，好多故事咁啊，俾大家知嗰啲中國嗰啲人有錢佬或者係其他嘅嗰啲官員權貴而家係做緊乜嘢？好簡單，所以當呢個中國錢人民幣貶值，嗰啲人換成外匯攞走嘅時候，唔單止人民幣，等於港紙一定會俾人民幣拖落水。
所以呢個聯繫匯率會好緊張，好緊張。如果中國政府硬性推呢個房地產，變成無貌印鈔，因為你冇錢去做呢樣嘢嘛，無貌印鈔之後就係人民幣貶值，之後就拖港紙落水，呢個係一個邏輯，呢個鏈條。所以大家自求多福啊！如果你有錢有存款，你自己知道應該點樣做，點樣即係減少呢個風險啊！唔使我教嘅，大家都係好犀利嘅人，係嘛？好啊！今日多謝大家，我先今日呢一次同大家講咁多，一陣間再講哇哈哈嗰個狗血一般嘅劇情啊，非常之有意思嘅，一陣間見，拜拜。